大家好，我们是正话直说。川普祭出绝杀大招，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。巴基斯坦关键时刻背刺伊朗，中共能源命脉危在旦夕。独裁者金箍棒再现江湖，习近平身高忽高忽低，遭全网疯狂群嘲。中共仇恨教育结出恶果，大山里的孩子竟盘问美国游客吃不吃人肉。专家惊呼跨国黑手必须被彻底斩断。观众朋友好，在节目开始前，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别忘了点击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消息。一起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。美伊谈判闪电破裂，彻底崩盘，川普毫不手软，直接祭出一个震惊全球的超级大招。12号当天，川普在社交平台重磅宣布，要给中东海峡加上最后一道终极大锁，美军正式开始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全面封锁。几分钟后，川普发文撂下了一句极其致命的狠话，任何曾经给伊朗交过过路费的船只，全部都要被美军拦截扣留，谁敢对美国或者和平船只开火，美军就让这些伊朗人粉身碎骨，这绝不是一句空话。美军中央司令部迅速采取强硬行动，进出伊朗港口的航道被彻底锁死。表面上看，往返沙特或者卡塔尔等其他国家的船只还能正常通行，但现实极其残酷。你和伊朗私下勾兑交了钱，美军绝对不让你过。你得到了美军的批准，伊朗的导弹、无人机和水雷又在旁边虎视眈眈，吓得你根本不敢过。如今的霍尔木兹海峡陷入了史无前例的死亡死结，国际油价应声暴涨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直接冲破100元大关，比前一个交易日疯狂大涨 80%。 时评人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川普这招绝对是草船借箭的顶级阳谋，直接把欧洲甚至中共全部逼进死角，迫使全世界联合起来把伊朗往死里整。极其讽刺的是，全球的原油巨轮现在全往美国跑，美国墨西哥湾密密麻麻全是船。川普公开嘲讽说，石油装满就运走，再也不用去走那条危险的海峡。美国的石油比俄罗斯和沙特的总和还要多。伊朗本来以为可以掐住全球能源命脉，结果作茧自缚，直接把全球石油的财富流向全改到了美国人自己的口袋里。当记者追问伊朗还会不会重返谈判桌时，川普给出了极其羞辱的回答，说自己根本不在乎，不谈完全没问题。知名大 V 分析说，川普为什么这么硬气？因为伊朗的底牌早就被打光了，军事力量基本瓦解，兵工厂被炸成废墟，连上桌谈判的资格都没有。美军现在只占了他们一座桥，不守规矩就永远别谈。伊朗死扛到底，结果连亲密盟友都跑了。巴基斯坦突然出动13000名地面大军和18架战机，直接奔赴沙特。欠了沙特60多亿美元的巴基斯坦只能选择无奈被刺。伊朗强硬派气得跳脚，大骂这是公然挑衅，但这背后隐藏着更深的战略。川普这招项庄舞剑，真正的沛公其实在东方。印度媒体直接点透了玄机，伊朗80%以上的石油全都低价卖给了中共。川普的真实目的就是要一刀切断中共赖以生存的能源大动脉，不仅要彻底掏空德黑兰的国库，更要直接引爆北京的大规模工业危机。观众朋友，您认同这个观点吗？欢迎您在留言区说说您的看法。现在的局势瞬息万变，还请您一定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重要的事情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报道。观众朋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，明明每天没吃多少东西，但这血糖指标就是居高不下，经常觉得头晕脑胀，血压更是像坐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，降压药越吃越多，每次体检报告一出来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红色的上升箭头，看着只能默默叹气。我们常说三高是慢性病，要慢慢养，但身体真的不会说谎，日复一日的将就，身体根本等不起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三高代谢宝，它是专为代谢不畅的现代人量身定制的，不只是单纯帮你压住那些数字指标，而是从源头把整个代谢系统彻底调理好。里面含有鱼肝子、野生苦瓜、姜黄、肉桂、红景天等20多种天然草本精华，全方位帮您的身体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。很多朋友用过之后都反馈说，配合饮食调整，不但数字稳住了，整个人的精神和体力都明显好转。相关资讯我们会放在影片留言区，有兴趣的朋友赶快去看看吧。近日一场看似普通的会面，
硬是把一个搞笑话题送上了热搜，那就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真实身高到底是个什么国家机密。10号上午，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台湾政界人士郑丽文。马英九之前特意叮嘱他，见习近平时千万别穿高跟鞋。郑丽文果然听劝，穿了一双平底鞋。郑丽文的公开身高是1.78米，合影一出来大家全傻眼了，两人的身高竟然一模一样。仔细对比肩膀和头顶的位置，习近平甚至看起来还稍微矮了1-2公分。要是把马英九拉进来当参照物，这事儿就更滑稽了。2015年在新加坡，马英九和习近平并肩站立，马英九也是1.78米，两人当时视线齐平，几乎完全一样高。可是到了9年后的2024年，两人在北京再次会面，奇迹竟然发生了。习近平凭空长高了一大截，目测至少比马英九高出10公分左右，马英九甚至需要微微仰视他。时评人石板明夫直接公开嘲讽，说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习近平偷偷踩了一双10公分高的恨天高增高鞋。这还不算完，习近平这魔幻的身高在川普面前更是暴露无遗。2017年1.9米的川普见习近平，川普高出半个头，习近平显得非常矮小。结果到了2025年的韩国釜山，习近平竟然跟川普几乎一般高了，网友全笑翻了，直呼习近平的身高简直就是孙悟空的金箍棒，主打一个随时随地伸缩自如。在独裁国家，为了伪造这种高大伟岸的虚假神像，领导人踩高跷是祖传手艺。当年金正恩见川普，1.7米的个头硬是看起来没比1.9米的川普矮多少。结果全世界的摄影师都拍到金正恩走路姿势极其怪异，就像穿了不合脚的女士高跟鞋，足足垫了14公分。中共不仅在国内装神弄鬼，在海外更是猖狂跋扈。近年来，中共屡次对神韵艺术团痛下黑手，疯狂进行跨国打压。神韵以恢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使命，把共产主义到来之前的璀璨中华展现给全世界，每年在全球巡演引发轰动，这让做贼心虚的中共极度惶恐不安。世界自由大会的高管阿卜杜勒·哈米德一语道破真相，中共这绝对不仅仅是在针对一个艺术团体，这是在公然挑衅和攻击所有自由国家的主权。这是一种极其险恶的新型冷战模式，要想真正保护民主社会免受中共的毒害，各国必须在经济上和中共彻底脱钩断链，只有切断经济输血，中共才无法继续搞跨国镇压。当然，与中共切割确实会带来短期的阵痛，但如果不彻底切割，长期被绑定的代价绝对是毁灭性的。观众朋友，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？您觉得自由世界应该承受与中共经济切割带来的短期阵痛吗？欢迎您在留言区说说您的观点。中共在海外嚣张跋扈，在内部更是从小就开始疯狂洗脑，几十年的反美仇恨宣传让大批涉世未深的中国孩子大脑彻底中毒。最近一段荒诞至极的视频在网上疯传，在某个山区学校附近，一群农村小孩围着一个美国游客叽叽喳喳地盘问。美国游客一脸无奈地对着镜头说，这些孩子竟然问我吃不吃人肉。我们在美国听说中国人吃狗肉猫肉，但中共居然给这群孩子灌输美国人吃人肉的恐怖谎言。这位游客只能尴尬地微笑着解释，说自己和他们吃完全一样的东西。画面中的这些孩子其实并没有恶意，他们只是像复读机一样讲述着书本上灌输的恶毒谎言。中共的极端主义仇恨教育简直丧心病狂，连几岁的幼儿都不放过。就在这几年，网上不断爆出各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红色教育视频。河南郑州一家幼儿园居然让一群小屁孩背着写有炸药包字样的纸板，在操场上模拟自杀式的炸弹袭击。还有江西的幼儿园教小孩拿着木质手枪当场大喊要去打日本佬，这种培养炮灰文革复辟的法西斯仇恨教育，让无数正常的家长和网友感到不寒而栗，纷纷痛批这就是在毁掉下一代。好了，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请您一定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